当然，我们觉得呢，就是人们这个特别这个需要，就是尤其是我们经常呢，就是这个对杜牧也好，对观音这个菩萨也好，对这个诸佛菩萨的这种恭敬心，诸佛菩萨的这种这个欢喜心，这也很重要的。当然，你对他的这个升起的欢喜心和信心呢，就是应该是需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这个来源。否则的话呢，我们一个盲目的这个信心呢，我今天看到上师你好慈悲啊，你好这个庄严呐、就是我看到一个佛菩萨，就是那也很庄严呐、那都是不一定是就是真正的这个信心，就是跟邓琼比如说，他有时候到这个歪道的殿堂里面去，就是他就拼命的祈祷，拼命的闭着眼睛，过一会儿的时候，他的眼泪也流出来了，就是，所以这说明我们人呢，有时候是这个信心呢，还是不一定是很正确的。这样你去提一个，我有时候想起来，跟邓琼比是很会弄的，就是，嗯、他就非要在那个歪道的这个僧者面前去合掌拼命的祈祷，就是让过一会儿呢，就是他自己把自己感动了，然后呢，就眼泪的流出来。但所谓的这个歪道的话呢，我也不认为是歪道什么感觉都没有，不是这样的确实是我们这个其他宗教的话呢，就是还是有很多的不公的这些加持啊、能量啊，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感应，就是这一点是就是事实存在的。不然的话，那人类历史上就是这么多的这个宗教，这么多的这种这个教派呢，就是也不一定是就是全是这个假的。我们佛教徒呢，就是也不能认为是就是我们只有这个佛教才是这个就完全是一种这个正确的，其他都是假的。这种态度是绝对是不合理的。我们世界的任何一个宗教，它有一个这个它的这种这个心善呐、还有一些度化众生的各方面的方便方法。所以在序部里面也是说是，即使对这个什么那个。声论歪道的话，那就是也不能就是真实的这个批评或者说是排斥诽谤他，就是这也是有密意和有原因的。因此，我们想呢，希望大家就是应该对这些具有这个殊胜价值的这个功德父母呢，就是应该就是其这个欢喜心和亲心心，就是非常有必要。就是所以我在想呢，一切佛子和一切佛道都在这个向度目的你的话，那就是我们没有理由，就是其他的一些佛教徒，就是你如果说我是学净土的，不，我不需要就是低你这个父母，我不需要低你这个度母的话，那可能这是一种自己愚痴的行为，就是这个包括这个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他们都是就是在显现上呢，就是在度母面前应该是恭敬低你的，因为这里说是一切佛子，一切佛子的这样的话呢，那么佛子的既然低你，我们凡夫人呢没有任何理由，就是我们不去学，我们不去理由，就是所以说是希望大家应该以清净心呢，就经常就在你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呢。就是自己也是读这个杜牧的这种赞颂就是从今年开始呢，我也特别希望就是在汉地呢，就是应该是不仅仅是就是字面上理解，应该是在各个道场就是各个学会还有包括这个寺院里面的话呢，就是都要这个让这个读诵杜牧的这种这个赞颂当然这个赞颂的话呢，我们用藏文来读呢，是比较快的。就是前年的我们每天读的时候呢，我们是最慢的，但是呢，你们一直跟不上。因为再也没办法，就是按照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读母的这种真正念诵的话，那就是尤其是你们可能没有去过各路派的这个寺院，就是各路派的一些寺院里面，这怎么讲了，怎么讲，华人嘛，这个怎么这个僧人这个都是让人就怎么真的跟我就怎么讲嘛，然后那他们很多那个就是喇嘛的是一边就是这样的，包括我们这个尼玛派的，就是很多那个寺院里面也确实是念得特别特别快，就是所以我们现在每天都是最慢的这个念的话，那就没办法，好像那个音调，但也可以你们那个我看明天后天。我们下一节课的话呢，看那个男总和女总，你们用汉文上就是念一遍，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你们教务课看看，就是我观察一些缘起以后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音呢？因为以前汉调好像没有这个杜牧的特殊的一种音调来念诵。那么你们看就是造一个这个什么样的，编一个什么样的曲。但是因为这个杜牧呢，就是本来它是非常快速，加持非常快速的，不能特别的慢。就如果特别慢的话呢，那个加持就显不出来，就是所以不可能是慢腾腾的。因此我们祈祷的时候也是比较快的。看那个下一节课的话呢，我看明天后天大后天是吧？
或者是明天后天开始吧，后天是女总，然后大后天是男总，看你们那个有没有什么好的，就是顺便你们找一下，我观察一下缘起。就看怎么，就是今天是用藏文来念，就是下面就是说刚才啊，就是说这个一切佛则尽已者啊，一切佛则尽已者。